嗨，我是 J， 我是 J， 又来到我们岛屿观谈的时候了。不过呢，我们今天不讲故事，对，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为什么我们想要拍片的原因。对，之前好像有些人会问我们说，怎么会想到拍这样系列的影片？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是2021的10月嘛，我们之前因为我们在台湾之前疫情有一点严峻一点，比较紧张，所以我们有整整2个月是升到3级警戒。警戒的那一段时间，有很多事情要停摆，工作啊要停摆，然后有些活动啊不能举办，然后所以刚好空闲的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我就在想，平常就有很多人会问我一些，想要找我聊一些关于灵学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不如我们就来，然后分享一些所谓的灵异的疑问，对，然后在这些疑问里面去也边回答。我们比较希望是在比较生活化，或者是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聊灵学。我们在做灵学工作者呢，往往是严肃的，可是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严肃，我比较喜欢轻松一点。所以看电影的心得啊，还有哪一些电影啊，哪一些剧情有提到什么样的内容，那然后顺便把它变成一个题目回答，这样当初的发想是这样的。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在看这些跟鬼魂啊，或者是跟神明有关的电影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拍的真的有这样子吗？对，会不会是一些戏剧效果，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但因为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这么了解，所以会跟 J 讨论，然后询问说，那剧情到底是这样子，是剧情所要所以导致的，还是说真实有这样子？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影片，让我们自己也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些真的是会这样子发生，那有些呢就可能纯粹只是戏剧效果。是算是想要帮忙，有兴趣接触或者是讨论灵性、灵魂学的朋友们、船员们，能够一起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探讨，对。这是我们当初的初衷，所以我们拍到现在也从5、6月开始到现在也应该3个多月了吧？超过咯。对。一开始写脚本是最头痛的，对，因为不知道到底要从哪个方向去切入。那现在拍了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了，也渐渐的比较上手。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有每周更啦，对，那大家还是一样，我们轻松一点聊这相关的话题。另外还有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除了中文的字幕之外，也会有英文的字幕。对，这都是 check 去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把字幕打上的哦。这是他功劳多大，因为 check 本身的语文能力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当初会想到要拍这一系列的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能够跟其他国家的朋友交流，尤其是对灵学有兴趣的朋友。那世界各地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他们的信仰都不一样，包含我们也是，我们华人文化也有道家的系统啊，也有佛学的系统等等的。那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借由这个影片，因为为什么会用电影去讨论，还有电视剧，是因为这些影片在制作出来的时候，它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播放。那我们借由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看到这些电影或这些剧，所谓的连续剧之后，可以受到一些启发。那我们在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些画面跟一些关于那些电影故事的一些描述，这样我们要一起有共同的讨论会比较有趣。对，所以 check 就是很辛苦，都要翻成英文。
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透过有英文字幕的方式，那大家就不会有语言的隔阂，大家更可以互相去讨论，然后去了解说，哦，原来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那原来背后的原因是这样子，或者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原因，或者是大家有一些疑问，只是不知道从哪里去找寻答案。那透过英文的字幕或中文的字幕，然后大家可以去探索更多的秘密。对，而且灵学方面的英文不好翻译特别辛苦。对，因为有时候还是希望可以透过大家类似的语言或类似的词汇，那引起大家的共鸣。对，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如果有在世界各地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也可以帮忙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对啊，也希望说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对，一起来交流。那另外一个我们想要提到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叫梦境神话梦境神话的梦境神话，我们的频道我们英文叫 Dreamland 那我们的所谓的梦境神话的这一个名称的启发，是因为来自于有一部电影叫做《全面启动》。那《全面启动》里面的他提到说，男主角就是里奥纳多，他是属于造梦者，那他们可以潜入人的潜意识，可能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甚至到混沌层嘛。那他们可以在里面制造一些所谓的意念。看这个电影有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所以呢，我们才会借由这个跟梦境有关的名称。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所谓灵学的议题，我们可能在肉眼、实际生活上、科学上是看不到的，可是真的对很多所谓敏感体质或者是阴阳眼的人，那个又是真实存在。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实验结果可以去印证给看不到的人。那当然会愿意参与我们讨论的，对这个有兴趣的，一定他自己有一些人生的经验。全面启动这个电影一样，大家好像在做梦一样，可是它又真实存在。对，所以我们才会用梦境来当我们这个频道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叫神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讨论这一些所谓灵学的角度，它对很多人来说好像一个虚幻的，很难去印证或者是琢磨的，所以我们才会用神话来表达。对，因为我们听过的一些神话，比如说我们华人听过盘古开天啊，还是女娲造人啊，那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会那个讲到的那个上帝造人啊，还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它就是像神话一样。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面分享你们有什么样的神话故事比较好奇的呢？如果我能够研究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带领我们往这个梦境神话前进的呢，就是我们的梦境船长 J 老师。那也欢迎所有的梦境船员，就是你们。对，邀请各位一起上船。对，一起跟我们一起进入宇宙的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宇宙的秘密。我们接下来要来回复一下之前很多梦境船员在底下留言的问题。对，第一个是我们之前在提到送肉粽的那一篇，有提到说，如果你遇到送肉粽的队伍，那你就跟着一起走完。但有梦境船员询问说，那如果他跟完之后他回到家如果不舒服的话，那要怎么办？那通常呢，遇到这个状况呢，我们一定要去找当天带着队伍做完这一场法事的法师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呢？是因为只有当天带领这个队伍做法事的法会的法师呢，最了解当天的过程，还有呢，他才是最
最有直接跟这一个所谓我们讲的肉粽，就是那个往生者，那只有他是跟这个往生者的灵魂是直接有接触的，所以这个灵魂为什么会需要走上送肉粽这个法会？为什么法师为什么他们的家属或者是法师，他们为什么要来办这一场送肉粽的这些仪式？只有这个法师知道，所以才会建议当事人，如果当天有参与这样的活动，回到家身体又不舒服的话，那就一定要去找这位法师，然后把你遇到的状况、当天的状况啊、生理反应什么等等的，比较巨细靡一点去告诉他。那只有他能够找到为什么你会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对。那记得，如果你参加完之后还有不舒服的话，记得离开前先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一位法师带领那一天的法会。对。好，那接下来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有提到说，如果梦到蛇，就代表是土地公，但这是什么原因？这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公呢，最古老的所谓的土地公是掌管一大片土地的。那大家要知道的是，所谓有土地公这样的神明存在，到现在我们文明时代，土地公他们最早其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最早就是在一片土地上面掌管这地方上事务，那当然是属于灵魂方面的事物。那土地公就像你就把它想象成村里长啊，他有很多事要去忙，他要了解住在这一片土地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灵魂的事情吗？那他一个土地公忙得过来吗？需要很多助手来协助。对，那因为土地上这一片土壤上有很多的所谓的生物灵魂跟他一起共居在这一块土地上嘛，那他需不需要找一些来帮助他？比如说他要去探访哪一家的，是不是有哪一家人要生小孩啦？还是说哪一家的阿刁好像都没有人去处理啊，等等的。所以呢，再加上很多人是会去求土地公，那他要帮你之前，他是要先派他的所谓的使者部下去你家探访，看看你家的状况。好，那他一个神忙不过来，所以他需要这些兵将。那我们有讲到土地公已经是位阶最小的神明了，那他既然位阶最小的话，他底下还有别的神吗？没有嘛，所以他一定要这一块土地上的兵将帮他。那所以住在这一片土地上，跟他最熟悉又最好动作最快的就是蛇。对，好，那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有这样的叫做什么？习俗、习惯。那有了这个习惯呢，所以很多人会在自古有人做了一些梦，后来印证是跟他们拜的土地公有关，所以慢慢这一个观念就慢慢的有人把它传了下来。所以为什么梦到蛇有的时候是跟土地公有关哦？那当然也不是说梦到蛇就一定跟土地公有关，只是说它可能是其中一个。可能其中的原因。对，好，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有网友说我们想要学老高和小莫，然后并且他还有说我们要正向光明，然后还有提到说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件事情。好，对，好，这个我觉得这位网友也蛮奇妙的齁。那他提到老高跟小莫，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也会看老高跟小莫的影片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对啊，谁不爱呢？对，而且他们又很可爱又活泼，对。好，但是前提呢，我们并没有要学老高跟小莫。你看，我们也没男的帅，没女的美啊。我们纯粹想要拍这一系列的影片，就是想要讨论灵学这个部分。那其他的议题我们不讨论，因为我们我自己的比较专业的地方就是在灵学。那老高跟小莫他们是什么都可以聊啊，什么都可以去
去分享。对，那他而且老高又很可爱，就是、又很正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影片真的很棒。那我们并没有完全一个小指甲的想法都没有要学他们或者是跟随，不能因为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拍影片就说在学老高跟小朋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至于他刚说什么要正向光明哦，我们的影片有很不正向吗？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充满正能量，然后开心开朗的过自己的生活。对，你可能这一位网友他这样说，应该他没有认真看我们的影片哦，可能就看到一男一女在讨论，就以为是要学谁谁谁吧。对，那其实是误会。好，那至于他有提到有一句叫“子不语怪力乱神”哦，其实“子不语怪力乱神”呢，这个在灵学界来说，它常常是被误解的。这一句话的来源出处是《论语》。那《论语》是谁写的呢？孔老夫子是2500多年前的一位圣贤。那他其实是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他是政治人物？因为孔子推崇的就是儒家思想，就是他想要推广的就是儒家思想。他希望当时的这么多的国家，他想要去让各个君王可不可以去使用所谓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最重要就是修身、齐家，然后治国平天下。既然是治国平天下，一定是政治人物嘛。所以，而且孔子也是鲁国的，就是他的祖先也是某一些类似什么王的后代，所以他有那个王室血统。啊，那他就是为什么要周游列国？就是他想要把这个儒家思想推广给各个君王们去使用嘛。所谓的《论语》是他的弟子的弟子们把他当时的语录编撰起来的，所以叫做《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它的出处是有一天有一个叶公来找子路，子路就是孔子的弟子，想要跟他聊一聊孔子，因为他好奇子路的老师。那子路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个叶公这个问题，所以他又跑去问孔子，所以孔子才跟子路有一场对话。那这个对话呢，在说要怎么样去跟叶公聊孔子呢，他的一些所谓的治国理念呢，那平常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孔子回答他说：“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这时候孔子回答他，告诉他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回复叶公，然后再回答到回答一句之后呢，他有停顿的那时候才会《论语》里面有描述说叫子不语，然后逗点怪力乱神。子不语是什么意思？就是孔子这个时候不讲话。那怪力乱神是什么意思？乱神指的就是我们的精神、精气神、心思意念嘛，在那个时候有一点好像混乱，有一点那个思绪有一点纷乱的时候，所以叫乱神。怪力乱神指的是可能有某个奇怪的力量，或者某一个那个外力，让他那时候思绪有点乱了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停顿，子不语，怪力乱神。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世的人都会说，都把这一串整个串起来，然后当我们想要讨论灵学的议题的时候，很多人真的会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那其实它只是《论语》里面描述的一句。那等到孔子他的心事比较恢复之后，所以他的下一句就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好，那这一句是不是很有名的？那你可能讲的是什么？就是你有3个人在一起，可能有一个人就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啊。好，那就跟我们的影片一样啊，我 check 加上各位船员，对，那我们是不是也变3个人？那你在你的人生一定有可以学习的。
那在 Check 的人生一定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一样的，在灵学的角度，我也有一些是你们可以学习的啊。所以我想要跟这一位网友讲，就是如果你想要在我们身上学习一些聆听或学习一些关于灵学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建议，那你就继续看。那如果觉得我们讲的实在是胡说八道，没兴趣，那就是不要看就好了嘛。那何必要自己打字打得这么辛苦，然后心情又不好呢？所以呢，大家不要再用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几个字来框架在所谓的灵学议题上，也不要阻止其他人对灵学好奇或想探索的人。对，今天就大概回复了一下，之前的一些船员们的问题，还有为什么我们想要拍片的原因。对，那如果之后大家看了影片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对，那我们今天就影片到这边结束喽，拜拜。拜拜。